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小仙儿，好久不见。最近这个疫情又开始肆虐，这可就苦了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我了。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空窗期，在家里组建一套具备沉浸感的观影系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就像之前说的我已经有了一套杜比全景声的音响系统，所以声音这块呢基本上是保底的。然后画面呢主要是通过电视，虽然效果还不错但是在观看的时候总是能感觉到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对，没错，就是那么一点点 feel。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观影的沉浸感。当然，想要提升观影的沉浸感，方法也很简单。粗暴一点的方法呢，就是提升画面的大小。因为我的电视已经是85寸，所以想要再提升画面的大小，那我首要的选择肯定就是投影。毕竟更大的电视，我们抛开价格不谈，我们能不能把它顺利的搬进家里都是一个问题。更别说像我这种租房党，还要考虑搬家的问题。那问题就来了，作为一个专业的影视工作者和电影爱好者，该如何选择一款投影仪呢？对我而言投影必须得是 4K 分辨率，毕竟 4K 是 1080p 分辨率的4倍，都2022年了，再回到 1080p 的分辨率，我个人是很难接受的。况且作为发烧友看电影，肯定是播放的 4K 蓝光圆盘，所以 4K 的投影是一个基础的门槛。就像现在的电视基本上都是 4K， 你很难再找到 1080p 的全高清电视了，这也是为什么。你品，你细品，这就是未来呀。说完分辨率那肯定就有朋友要问了，是不是只要选择支持 4K 分辨率的投影就万事大吉了？这个问题很萌新就像我现在问你，用很华丽的碗去装饭就一定好吃吗？当然不是。4K 呢只是一个清晰度的规格，就像木桶效应一样，它只是其中的一块板。投影画面呈现的好坏呢，还跟另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色域。色域的大小就决定了投影画面上面层次细节的展现，以及能否准确还原电影本身的一个风格状态。目前呢，色域主要有3个标准，分别是 BT2020、DCI-P3 和 REC709。其中 BT2020 范围最广，其次是 DCI-P3， 最小的呢就是 REC709。不过这个已经是1990年的老标准了，对应而言的呢，也都是 SDR 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动态范围。不过说起 SDR肯定有大聪明就想到了 HDR， 也就是高动态范围。很明显它从字面上理解都要比 SDR 要大。而我们前面提到的 BT2020 呢和 DCI-P3 这2个色域呢，就属于 HDR 的范畴。我相信很多人知道 DCI-P3 这个词肯定是来自于苹果，因为从 iPhone 7开始，苹果就全线支持 DCI-P3 的广色域。它是美国电影行业推出的一种广色域标准也是目前影视行业使用最广泛的色彩标准，也是 4K 时代下面我们是否能够完整享受视觉体验的一个关键标配。离这个标准越近呢，就越能还原电影原本的一个色彩，而且相较于 REC709 的色域来说，色彩范围更是大了近26%。所以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要组建一个高质量的观影环境，一台 4K 分辨率支持 DCI-P3 广色域的投影仪是我们选择的基本条件。所以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明基 W2700， 一台支持 4K HDR 的投影仪。它呢具备2000流明的亮度，3:1的对比度，而且采用明基的色彩管理技术，覆盖了95%的 DCI-P3 色域和100%的 REC709 色域。另外它还是一款短焦投影，只需要2.5米的距离就可以投放出100英寸的画面，这对于空间紧凑型的用户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当然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去计算投影的距离，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 tips， 可以去 Jack 刘大神的网站进行一个可视化的计算，非常的方便。就像我前面说到的DCI-P3 呢是目前影视行业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色彩标准，离这个标准越近，就越能还原电影本身的一个色彩。既然明基 W2700 具备95%的 DCI-P3 色域，所以我们必须得拨个圆盘看一看。因为这款投影仪是没有内置智能系统的，这里呢我们使用知度的 Z9X 来进行一个播放。按下 W2700 的开机按钮，屏幕出现明基的 logo， 说明机器已经正常启动。画面模式上呢，我们选择的 D-Cinema 数字影院模式作为基准。我们首先播放 4K 蓝光圆盘的复联3，因为电影本身呢是支持 HDR10，所以在我们选择播放之后呢， W2700 会自动识别 HDR 信号，开启 4K 的 HDR 模式。然后呢，我们在菜单中确认广色域选项已经打开，说明 W2700 已经启用了 DCI-P3 色域。在灭霸获取绿宝石的这段画面中，光比相差比较大，但是透过 W2700 投放出的画面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亮部的细节层次没有过曝，而暗部的地面和他们衣服上的层次也有细节的存在。接下来我们看看 W2700 在色彩上的一个呈现。在好视频2中的开场也是一个光比特别大的场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画面暗部的细节。又因为是动画片呢，所以 W2700 在色彩这一块依然可以还原的非常舒服，并不会觉得过于艳丽或者违和。在动画电影《坏蛋联盟》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狼和蛇在对话时环境中的高光和阴影上的细节。在复联3雷神与灭霸单挑的时候， W2700 对于人物面部的展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灭霸脸上的伤痕、皮肤纹理以及下巴上的褶子，美队的胡子呢也是分毫可见。综上3部我对这款投影仪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一方面呢是得益于我们播放的是一个圆盘，它有一个码率的加持。另一方面呢，则是2700在 HDR 和 DCI-P3 广色域上对色彩细节充分的呈现。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W2700在动作运动电影这一块的一个表现。在《壮志凌云2》中，阿汤哥驾驶着 F18穿梭于山谷之间，整个画面行云流水，透过实际的观看画面也没有出现顿挫感。在电影2012中，主角一行驾驶飞机起飞的画面也是十分流畅，这也得益于大荧幕沉浸感的一个加持，让故事显得更加的扣人心弦。另外啊，明基 W2700这款投影还打出了一个称号，那就是还原导演真色彩，体验电影真感动。哎，你说这不是巧了吗？我不就是导演吗？那作为导演的我，必须得一片是片。正好啊，我的电影《乌龙院》刚上线，所以呢，我们就拿它来试上一试，看看 W2700在色彩还原上呢，相较于我原来的电脑显示器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啊 ，W2700相较于我原来显示器在色彩的还原上还是占优的。像开篇中暗部细节的一个表现，以及第二段中雾气氛围的一个呈现，观看之后呢，对于导演本人，也就是我来说还不错。基本上呢，跟我们在调色间里对影片定的调子相差无二。不过，既然作为导演啊，一部片子的测试肯定不够。接下来，我用另一部还未上线的电影来看看 W2700在人物局部细节上的展现又是怎样。这是 4K ProRes 格式的一段调色后的素材，所以播放起来稍微有些卡顿，但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女孩的脸部肤色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以及飘动头发的锐度也很在线。我们再看看男生这块背后，蓝色的天、黄色的山以及黑色衣服上的层次也都比较完整的还原了出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男生的脸部，这个男生脸部的纹理和黝黑的肤色也很细节的刻画了出来。最后一场夜戏的镜头，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在黑色的天空下较为明显的分离出头发和天空。整体来说啊 ，W2700较为准确的还原出了最开始我们定调子时候的感觉。另外啊，这款投影仪还配备了2颗5瓦的扬声器。至于这个音质嘛，我还是之前那句话，真正的发烧友怎么能不在声音上面花点小钱呢？配合上杜比全景声的回音壁啊 ，W2700在我体验的这段时间里，我个人觉得还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影体验。毕竟 4K 加 DCI-P3 的广色域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绝大部分的观影需求了。很多朋友诟病投影怕光啊，必须在暗环境下使用。但回到我们最开始搭建家庭影院的一个初心，不就是想要一个影院般的沉浸感吗？那这种沉浸感如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还有什么氛围啊？毕竟看电影除开内容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氛围感、仪式感。想象一下，工作下班回到家，拉上窗帘，拉开幕布，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打开投影，选择一个喜欢的电影，惬意的享受这样一段曼妙的时光，那将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体验啊！好了，本期的好物分享呢就到这里了。我是大家胡小仙儿，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请一定要记得点赞、评论加收藏哦。你们的支持真的对我很重要。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想玩的、好奇的，会有任何意见，也欢迎评论或者私信给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